Hello， 大家好啊，我是阿格力。今天呢，我本来是要介绍一个非常古老但是现在依然可以使用的交易策略啊。这个策略来自于佩里考夫曼啊。本来是想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量化领域的领军人物，然后再详细介绍一下交易策略的。但是想了想，我觉得，与其说是去介绍一下他一个交易策略啊，不如说介绍一下他这个人啊。然后大家可以通过对于他的一些了解，如果是点燃了你对于这位大佬的一些兴趣啊，那么你可以去进一步的做一下他的研究啊，可以去研读一下他的书籍著作啊，看一下他的一些采访的内容啊。这样的话，我觉得对于你的量化交易生涯会有更大的帮助。所以我们今天就介绍一下这一位从火箭专家到顶尖交易员的故事。至于说原本要讲的这个策略啊，我们后面再说吧。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佩里考夫曼他是量化交易领域的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啊，拥有超过50年的市场经验。最初的话，他是做这个航空航天业的这个火箭科学家，致力于研究控制轨道天文台，也就是那个哈勃太空望远镜的前身呢。此外，他还参与了这个双子座计划的开发啊，也就是阿波罗登月计划的前身啊。他不仅是在这些专业领域中已经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并且他在量化领域的研究和一些著作啊，也是业界享有很高的声誉的，尤其是在算法交易和市场分析方面。你说为什么人家的脑子可以如此的聪明啊？真的是干一行爱一行啊，一行行行行行。在他离开航空航天的工作之后啊，他开始进入量化领域啊。最开始他是做一些简单的这个趋势追踪的策略啊，因为他在这个航空领域的时候会使用这个指数平均啊，就是平滑程度来跟踪导弹的路径，所以他在进入量化领域之后啊，他又把在航空航天的一些经验运用在了量化交易上。那个时候市场的趋势性很好啊，基本上来说他是做得非常非常成功了。然后在1990年开始啊，他成立了自己的这个量化公司啊，开始进行期货交易啊，同样是做得很好啊。直到2000年他就把公司卖了啊。之后的几年他也在一些大型的公司工作过，但是应该是工作了不久之后啊，他就成立了自己的网站啊，然后开始使用自己的钱去做交易啊，并且也做一些咨询类的服务。这就是他简单的一个生平介绍。那么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些他分享过的一些技术对于我来说是有很大帮助的一些啊。他其实在很多年之前就提到了这些知识体系啊，但是现在大家也还在使用啊，而且是经常使用。那么常见的就有这个自适应移动平均线啊。卡夫曼的这个移动平均线啊，它在很多方面都是优于传统的移动平均线的主要的优势有首先就是它这个自适应性啊，它能够根据市场的波动性进行动态的调整啊，在市场波动较小的时候，它会变得更加平滑，而在市场波动较大的时候，它又会迅速的去反映价格的变化。而传统的移动平均线是无法获取到这种灵活性的。还有就是它减少了这个市场的噪声啊，这个关于市场噪声我们接下来会着重讲一下。卡夫曼通过这种自适应自动的去调整平滑参数这样能够有效的过滤掉市场中的噪声提供更平滑的信号，并且因为它的自适应也减少了这个参数优化的一些需求从而降低了交易系统过度拟合的风险这是大家应该都听过或者说是使用过的一个技术也好指标也好。其实从这个指标就可以看出来卡夫曼他对于市场的这个噪声就是市场的平滑程度是有严格的要求的这也带出了他对于广大的量化交易者
又一个非常实用的分享啊，就是这个 market noise，市场噪声，这个我们在内部课程中也是详细讲过的啊。它指的是金融市场中的那些无规律随机的价格波动啊。市场噪声呢，它主要是由这种非理性的交易者、投资者的一些行为包括短期的市场的情绪波动和其他的一些，比如说新闻之类的一些随机的因素引起的卡夫曼提出这个噪声效率比的这一概念可以用来量化市场价格波动的效率根据市场噪声的程度我们就可以应用不同的交易策略比如说这种低噪声的市场，澳美磅美美日这种这些市场它就具备比较明显的这些趋势特征就很适合使用趋势跟踪类的策略，比如说移动平均线动量策略等等而这种高噪声的市场比如说这种澳纽磅加磅澳这些市场它就缺乏明显的趋势特征相对来说缺乏，它就比较适合使用这种均值回归类的策略比如说布林带这种均值反转策略等等而我这里只是给大家比较粗浅的介绍一下如果想要比较细致的使用的话，还需要进行一些噪声过滤的一些手段总之就是通过研究价格的效率比，可以去量化市场的噪声程度可以帮助交易者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中应用合适的这个交易策略提高交易的成功率和稳定性。还有一个我现在依然在使用的一个技术就是回测优化领域的这个 walk forward analyze这个虽然也不是说卡夫曼他首创但是确实是通过他的理解包括他在著作中一些广泛的应用他也是推广了这种方法给了我们这些广大的这些量化交易者一个非常好的用来评估和优化策略的一个手段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去避免过度拟合的一个好方法。这个我们在内部课中也是详细介绍过而这种技术它即便是现在这些交易冠军高手也好也是经常使用的不过大多数都是做量化的因为如果你要手动的去应用的话，还是有一点困难的我简单的介绍一下它的中文应该叫做移动窗格移动窗格或者说是滚动分析这个无所谓它就是一种在时间上连续滚动的进行回测的方法它将这个历史数据划分为多个注意是多个训练期和测试期，通过在训练期优化策略参数，然后在这个测试期验证策略的表现，从而评估策略的稳健性和可行性。但不同于传统的这种in-sample 和 out-of-sample testing它不是简单的把整个所有的这些数据简单的划分为训练集和测试集两个部分，而是滚动的去分割成为不同的小组，然后在每一个组之内再进行这个ISOS 的验证这样的话，首先的一个好处就是我们样本外的测试的结果会变得很多这就会极大的提高我们的信心程度而且可以减少我们过度拟合的一个概率通过多次的滚动测试，可以更全面的去评估我们的策略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的一个表现。而且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让我们的策略能够动态的去适应市场的变化通过因为随着行情的不断的发展，我们会不断的有更多的训练集和测试集的数据来供我们动态的去调整这样就可以让我们的策略比较更好的能够去响应市场吧就一直保持策略的有效性。这是卡夫曼在于这个回测领域的一个
分享，并且他在回测领域的这个 robustness 啊，就是稳健性测试上也是提出过非常多的非常有用的观点啊，比如说这种压力测试啊、多市场测试啊，这些我就不多说了啊。即便是现在啊，它也是很多人在使用的一个手段啊，并且还有一点就是它对于说这个将多种不同的这种相关性比较低的交易策略组合在一起啊，去降低单一策略失效的风险啊，提高整体绩效的一个稳定性和收益方面的一个观点也好，认知也好啊，这也是我一直所奉行的。好，这就是我个人对于考夫曼的一些简单的理解啊，一些介绍。总之呢，就是这是一位在量化领域中做出了杰出贡献的人物啊，并且他还写了不少非常具有实操意义的书籍。根据网上的资料来看啊，今年的话他应该是有80多岁了啊，85岁吧。如此高龄啊，还在接受各种采访啊，给大家传播他的毕生所学啊，这真的是非常令人尊敬啊。他不像是有些大佬啊，虽然他很牛逼啊，但是你其实并没有办法从他的经历中啊吸取到很多对你有用的东西啊，并且这个考夫曼他也是一位这个出色的老师啊，很多出色的交易者啊，可能是阅读他的书籍，也可能是参加他的这个培训课程啊，或直接或间接啊，都受到过他的影响啊，反正是都有很大的帮助啊，包括我现在在搭建系统的时候，很多的技术都来自于他之前的一些分享。好，这就是我今天想要分享的内容啊，如果感觉对你有帮助的话，还请点赞、评论、加关注，那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吧，拜拜。